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块。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大学院。本期呢，主要介绍是大学院相关的一些知识。首先是什么是大学院，然后是大学院的区分的第一种和第二种区分方式。好，大学院的入学条件、内部升学和外部升学、大学院的优缺点、学费，还有专门制大学院的具体介绍，以及一些关于推荐和出路相关的个人意见。这里比较值得注意的呢是专门制大学院的具体介绍，因为前面的这些介绍基本上是通用的，但是呢，大学院里面有一个专门制大学院，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大学院，这个我会着重介绍的。首先，什么是大学院？大学院是专门进行研究的一个教育机关，然后获得的学位是修士，也就是中国大陆的硕士。大学院的在读生我们称之为大学院生，也就是中国大陆的称呼，也就是研究生。但是日语的研究生并不是大学院的研究生，这个具体相关的我在最后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然后大学院有博士前期课程和后期课程，但是专门制大学院是没有的。如果你想要进行博士后期课程，你就需要升学到有博士后期课程的大学院。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大学院的区分。首先是一般类别，第一种是有自己学部的大学院。日本的学部呢，就是指的大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全日制4年大学教育或者说专科教育。第二种是大学院大学，第三种是独立研究科，第四种是专门制大学院。首先是一般区分里面的有自己学部的大学院。在日本呢，大部分的大学院都是有着自己的大学学部，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全日制大学或者是专门学校。专门学校的也就是4年制的那个是属于全日制的，大学院是作为其上位机关的存在，比较著名的就是那个早稻田大学。早稻田大学里面有一个文学部，然后它的大学院里面又有文学研究科，而文学研究科就是文学部的上位机关这种感觉。第二个呢是学部的特征是学习必要知识，而大学院则是进行更加专业的研究和教育。第二个是大学院大学。大学院大学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个是没有自己学部的大学院，第二个是学生主要是从其他大学院学部升学而来，全校学生是比较偏少，也有着国立、公立和私立之分。这里也包括前面的大学院有自己学部的大学院，还有后面的这些都是有国立、公立和私立之分的，大家要注意。第三个呢是独立研究科。独立研究科的话，它和大学院大学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学部的，然后它的那个学科也是比较分的详细的，比如说能源科学研究科以及商务设计研究。然后它的学生也是从其他学部升学而来，然后因为是单独的研究科，所以说学生也是各个行业都有，可以在这里学习到更加广和更加深的一些知识。举个例子的话呢，就是如果你是一般性的大学院，你是研究能源的话呢，你主要是理工或者工科或者化学等等相关的。但是在独立研究科里面，你可能会有碰到其他学科的，比如说法律法规的、商业应用的等其他领域包含在里面。比起单独研究能源本身，可能更加倾向于能源行业的这种感觉。最后呢是专门制大学院，其主要目的呢是为了培养裁判官或者教员等为目的，和一般大学院的为了研究的目的相比呢是有很大的。然后第二个不同就是专门制大学院它的毕业要求不一定要论文，也可能是某种项目书这种感觉。然后呢它肯定会有一些距离要求，基本是和写论文差不多，只不过它更偏向于实用性质而不是研究性质，比如类似于编程相关的一些论文。第三个不同呢就是专门制大学院主要是为了获得某种资格，比如说我们经常所熟悉的 MBA 经营管理学修士，然后或者取得裁判官和律师的法科大学院。第二种区分呢就比较简单了，它主要是按照大学院的性质来区分，这个区分呢就比较多。比如第一种是一般大学院，就是刚刚所讲的以研究为目的居多。第二种就是专门制大学院，以培养高度专业职业能力的职业人为主。这个的区别呢，如果一定要讲的话呢，前面的那个区分一，它更像于一种范围性区分，比如说它包括什么什么，不包括什么什么这种区分。而第二种呢，就是大学院本身的性质，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性质来分的话，那么日本只有2种大学院，一种是一般大学院，以研究为目的为主的；第二种就是专门制大学院，
培养高度专业职业能力人才的这种感觉。再说的更详细一点呢，就会说到我毕业的大学院。我毕业的大学院，它是属于大学院大学，但是呢，它又是专门职大学院，也就是说，它的那个在第一种区分里面，它是属于大学院大学，是没有自己学部的。但是呢，它在大学院性质相关里面，它是被分类为专门职大学院，是培养高度职业能力人才为主的这种大学院。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大学的入学条件。前面的这3种呢，是指的是如果你在日本读大学的话，第一种就是大学毕业，第二个就是得到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第三个就是完成文部科学院所指定的专修学校的一些课程，比如说是4年制或者3年制专门学校，而且一定要全日制。接下来这种呢，就指的是在外国直接报考日本的大学院所必须要满足的条件。这个的话呢，就指的是你必须要满足16年义务教育，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然后以及全日制高等教育4年，专科本科都可以，只要是高中以上的全日制教育。另外一些比较具体的要求呢，我会再放在视频的描述区，到时候大家自己点进去看一下日本文部科学省所规定的一些其他条件。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内部升学和外部升学。内部升学的话呢，就是指的是你从学部直接晋升到你们学校所属的这个大学院，这个的话就属于直升这种感觉。然后它的条件呢也会比较放松，而且也更容易和其他学生相处，也更容易从教授那边获得自己想要。第二种呢就是外部升学，比起内部升学呢，外部升学可能能够更好的满足你的一些研究需求。比如说你觉得你们学校的那个大学院并不适合你，所以说你想要外部升学到其他学校的大学院，这种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这个缺点就是你需要去重新构筑人与人的关系，还有你得到的一些情报，比如说你去找这个教授能不能得到相关的情报的话呢，会比内部升学的学生呢要少一些，这个是。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大学院的优缺点，这个是通用于所有大学院。首先是优点的第一点，是可以在整合好的环境中进行研究。大学院呢，一般是整合了很多最先进的设备，然后它对个人学习的一些空间，还有讨论空间，都是进行了一些整合，可以让人更加集中于研究自己的课题。以及大学院的课程呢，通常是以研讨会类似的形式存在，学生能够主导学习的过程，有足够的时间提问和发表自己的提议或者建议等等。同时呢，学生也有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可以说是可以深化学术专业研究的一个最佳。第二个呢，就是就业范围的扩大。大学院呢，你毕业以后是可以取得修士或者修士以上的学位，就职的选择性也会显著扩张。当然，它这个扩张和那种我们所理解的扩张是不太一样，它这个更像是纵向扩张，而不是那个我们类似里面你去学一个大专业那种类型的横向扩张。也就是大学院里学习了以后，你可以找更符合自己这个学习能力的一些工作，工资啊，还有其他方面都会相对的提高很多。第三个优点呢是大学院毕业以后的初始工资是比较高的。在日本呢，你取得大学院的修士，或者说是那个专门职大学院的专门职修士以后，那么你可以得到比大学院毕业的学生更高的初始工资。根据厚生劳动省令和元年的这个公司调查结果呢，大学院修士毕业的结束初始工资一般是238900日元每个月，然后大学毕业的学生的初始工资呢是212000日元每个月。大学院的缺点呢，主要有2个。第一个呢，就是会花费更多的学费，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个呢，就是它可能会比大学更为繁忙，主要看你所在的研究，还有你的论文等等。当然，即便是专门职大学院，它也会因为一些论文和项目会让你变得非常繁忙，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说，大家不要说觉得进了这大学院，进了专门职大学院就可以一直不停的玩。那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再怎么轻松，它也会比大学要稍微更忙一些。第6个学费相关的，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国公立大学院，它的基本上的学费呢是在82万日元每年左右。法科大学院的呢，它就是在80万4000日元每年。私立大学院的话，修士课程一般是100万日元每年左右，
博士课程是85万日元每年。然后呢，专门职大学院呢，它的那个学分呢就稍微更高一点了，因为它的那些老师和教师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在这个行业最前线的那一些人，所以说请他们过来那个工资是比较高的，所以他的学费也会更高一些，是130万日元。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比较注重的一个就是专门职大学院，这个呢是非常适合大部分人的，或者说是适合社会人的。专门职大学院呢，它是为了培养高度专业职业人为目的的大学院，它覆盖了各个行业，比如说像法律、会计、经营、知识产权、教育、情报技术，以及我们所称的信息技术、时尚商业等各个领域和行业所需要的高度专业研究。然后呢，你在完成修士课程以后呢，可以取得专门职学位，和一般大学院毕业的修士是同等的。然后也可以去继续读后面的博士课程，但是呢，你是需要去进行转校升学，这个前面有讲。有关于专门职大学院的社会人，我前面也稍微提了一下，这个是大学院，也就是说在专门职大学院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特点。然后专门职大学院的社会人比例是占了 52.9%， 这个也是有统计的。然后呢，它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特点是实行多种时间段授课。多时间段的授课呢，这个比较体现在时间方面相关的一些。第一种呢，就是在平常日子、夜间和周末都有合适的科目可以选择。第二个呢，就是设有短期的授课科目。一般的专门职大学院呢，它的标准年限都是2年制的。但是如果你是有一定实际经验的人的话呢，你是可以报考设有短期课程的专门职大学院，也就是说你只需要1年左右，你就可能够拿到专门职学。第三个呢是长期旅修制度，比如说你是因为工作太繁忙或者育儿等其他事情而造成无法上课的话，那么无法在标准规定的年限内进行毕业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适用这种制度，把标准的旅修期限进行延长。第四个呢就是使用多种媒介，它不仅仅是正常的听课，它也可以使用各种网络软件进行上课，比如说像我以前的学校，它使用的是 Zoom 这个软件。最后一个呢，它并不是多种时间段教育相关的，它是和那个社会人相关的，而且它的入试考试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比较偏向于社会人所喜欢的那种技能或者职业，这个对于社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选择。然后我们来说一下专门职大学院的一个优点。首先第一点是它能够得到活跃在这个行业第一线教师的指导，就像我以前的大学院，他的那个教师和教授这些，他们都是这个企业的高管，所以说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这个行业最前线的一些知识，还有一些有关于比如说那个你这个行业的一些内幕啊，或者说一些那个实际操作等等，都是可以学得到的。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大家可以考。当然了，它不仅仅是经验，它还有一些最前沿的一些技术的普及，它也会跟学生进行一些唠嗑一下，这种感觉会进行唠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种即将可能应用的一些新知识、新理论啊这些东西。第二种呢，就是更偏向于实践教育，双方向或者多方向讨论、问答为基本的授课，可以更好的锻炼分析和思考。这个说的比较模糊，但是如果说换个方法理解，就比如说我以前在学校，它有一个叫做智能农业的这个课程。这个智能农业课程它不是让你去学这个理论，而是我们学校真的有一块专门的一块土地来给这个就是这个专业的学生去进行实践这个上课所学到的智能农业相关的知识，无人机、编程或者其他相关的一些东西，你都可以通过这块土地去进行实践。当然肯定不仅仅是编程或者无人机这些，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那个通过卫星采集的一些数据什么的，你都可以拿过来进行分析，就它是更偏向于实践教育的这种感觉。第三个就是它是把取得资格作为目标，专门职大学院一般正常毕业以后呢，都是可以得到一部分很难的一些考试的资格的考试资格，还有呢可以免去一部分科目的一些优点，比如说你想要报考某个那个 IT 考试，如果你是这个大学院就是专门职大学院进行毕业的话，那么你可以免去一部分相关的一些课程的一些旅修，
你就可以省下这部分时间去学习其他相关的一些新知识，然后再去考这个考试，这种感觉。第四个呢，就是他的毕业不一定是以论文，也就是说看你所在的行业是怎么样的。有一些行业，就比如说所在的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那个智能农业那个行业，它可能就是你可能会去找一些就是可能会类似论文一样的，需要去找一些引用什么的。但是呢，它比起写论文可能更简单一点，你只要拿出实际的项目和实际的效果就可以了。它在实践方面是更为集中的。最后一个就是可以拓展人脉，这个是无论在什么大学院都是肯定的。但是呢，专门职大学院它的拓展人脉呢，比起那种一般大学院拓展研究方面的人脉，它更拓展于行业或者说行业外的人脉。因为一个专门职大学院，它不仅仅只有一个专业或者一个行业，它也不仅仅只教授这个行业专业的课程，它有一些通用的一些课程。你可以在通用的这个课程里面去结识和认识一些其他行业的一些人才，然后跟他们进行交朋友啊，拓展人脉，了解你这个行业和他这个行业有什么交互的地方啊等等。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日本的研究生和大学院生。前面虽然稍微提了一下，但是并没有仔细讲，这里我们就来着重的讲一下。研究生在日本呢，它和中国大陆的研究生是不一样的。日本的研究生呢是非正式的大学院学生，他是无法取得学位的，也无法成为学费减免和奖学金的。然后是大学院生，这个是正规大学院的学生，也就是中国大陆的研究生的意思，可以取得学位，也可以成为学费减免和奖学金的对象。最后呢，就是修士，修士就是中国大陆所说的硕士的意思。最后呢是推荐和出路，我们先说一下推荐。一般大学院呢是比较推荐的呢是喜欢研究的人，偏向于理论的人，以及擅长学习的人，学历比较强的这些人是比较适合的。还有就是学生党，这个是比较推荐大家去。然后呢是专门职大学院，我比较推荐的是社会人，偏向于实践操作的人，不擅长写论文的人，以及时间不太充足的人去。之所以这么推荐呢，主要是一般大学院呢，它是更偏向于理论和更偏向于学历方面相关的。如果你是作为一个社会人，你去就是去一般的大学院的话呢，那么你可能是说会跟不上这个学习的步伐，或者说跟不上教授的这个研究的一些理论啊或者步伐，是比较吃苦的。然后就是偏向于实践操作的人，这个怎么说呢？如果你是比较偏向于实践操作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也是不太适合去一般的大学院的，因为一般大学院主要还是以研究和理论为主。如果说你是像我一样的是比较偏向于某一个行业的进行实践操作的话，那么你还是去读专门职大学院是对你是最好的。最后呢是出路，一般大学院呢它主要是就职、继续研究和博士后课程这种感觉。当然你博士后课程和继续研究也并不冲突，你甚至可以去往更后的，比如说成为教授什么的，或者说任课老师什么的也是可以的。专门职大学院的话，它就选择的比较多了，你可以选择，因为如果你是学生党的话，就是直接就职。第二个呢是，如果你是社会人的话，就是继续之前的工作，或者说换一个新的工作，因为你的学历得到提升了，所以你可以去换个新的工作，或者说呢是去继续深造，去升学到其他拥有博士后课程的大学院去继续深造这种感觉。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生活相关的经历和经验。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想要和其他的论友一起交流，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电报群。谢谢。